5岁女儿突然抱着我的腿，用一种不属于她年龄的沧桑语气说：“妈妈，还有3个月，太阳会消失，全球进入冰河时代。那个叫张叔叔的邻居是食人魔，他会吃了爸爸。你最好的闺蜜会为了半袋饼干把我卖给一个变态，而你会在保护我的时候被活活冻死。”没有任何犹豫，我立刻抛售100亿股份，套现买下深山铁矿。别人都在疯狂囤黄金，我却在地下修筑钢铁堡垒。末世，不，这是我为家人打造的人间天堂。我看着女儿清澈又充满恐惧的眼睛，没有把她的话当作童言无忌。因为就在昨天，幼儿园老师让我们画我的城市，念念交上了一幅画，画上一架燃烧的飞机正一头撞向我们城市的地标建筑擎天塔。当时老师还委婉地提醒我说，孩子可能看了什么灾难片，需要心理疏导。可今天早上8点的新闻头条就是一则空难通报，一架民航客机因机械故障失控，撞上了擎天塔中部，现场燃起熊熊大火，画面和念念画里的一模一样。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声音控制不住的发抖。念念，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念念靠在我怀里，小小的身体却像个饱经风霜的成年人。她低声说：“钱是我看到的，妈妈，我们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这5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我声音干涩地问：“念念，告诉妈妈，你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好多，妈妈。念念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看到了10年没有太阳，到处都是冰雪和饿死的人，好冷，好饿。妈妈，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一股寒气从我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我猛地站起身，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被点燃。我秦叔30岁，白手起家，创立的公司刚刚上市，身价100亿，在别人眼里我是人生赢家。可这一刻，我所有的成就、财富都变得像纸一样脆弱。我抓起手机，拨通了助理的电话，声音冷静的可怕：“立刻召开线上董事会，我要出售我名下所有的公司股份，不计代价，3天内全部套现。”就在这时，书房的门开了，我丈夫周明走了出来。秦叔，你疯了？卖公司？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我看着他，这个同床共枕了7年的男人，英俊儒雅，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却唯独缺少了那么一点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心。周明已经从震惊变成了麻木，他看着我像个疯子一样。我打着一通又一通电话，调动着100亿资金。叔叔，我们谈谈。他疲惫地说：“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好不好？”我没理他，而是开始在手机上搜索全球顶级的安保公司。周明一把抢过我的手机，脸色铁青：“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念念画了幅画，新闻上发生空难，这只是巧合。你不能因为一个巧合就毁掉自己的一切。这不是巧合。我盯着他的眼睛，周明，你信我一次。我怎么信你？他指着被我抱在怀里的念念。靠一个5岁孩子的胡言乱语吗？冰河时代，食人魔，秦叔，你清醒一点。他的话像一盆冷水，让我瞬间冷静下来。是的，这太匪夷所思了。就在我们争执时，怀里的念念突然抬起头，看着周明，用一种无比清晰的口吻说：“爸爸，你今天上班不要走4方高架桥。”周明一愣，随即失笑：“为什么？走高架桥能快10分钟。”念念固执地重复：“不要走，桥会塌。”周明摇着头，脸上写满了担忧：“简直是胡闹！秦叔，明天我请假带你们母女俩去看心理医生。”说完，他叹着气去上班了。客厅里陷入死寂，我看着紧闭的大门，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我怕周明不信，更怕念念说的是真的。我立刻给周明发了条信息：无论如何别走高架桥。他没有回，我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我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改变他的想法上，我必须行动。我抱起女儿，看着她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郑重地问：“念念，告诉妈妈，我们该怎么办？”女儿的小手冷静地拉住我，指向窗外远处连绵的山脉轮廓：“妈，别在地面建堡垒，没用的，暴雪会埋掉一切，地面上的人都会死。”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与年龄不符的金光。把城郊那座废弃的铁矿山买下来，我们要在地下修建钢铁堡垒。上午9点半，我正在和律师团队线上会议，商讨收购矿山的事宜。突然，手机疯狂震动起来，全是本地新闻的推送。突发，今日上午9点15分，我市4方高架桥发生连环追尾，随后一段桥体突然发生结构性坍塌，目前伤亡不明。新闻画面里，滚滚浓烟下，高架桥像被拦腰斩断的巨兽，断口处无数车辆堆叠在一起，变成燃烧的废铁。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周明，我颤抖着手拨通他的电话，1秒、2秒，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喂，电话接通的瞬间，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周明的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剧烈喘息和无法掩饰的惊恐。我没走高架桥，我开到入口，想起了念念的话，鬼使神差的绕路了。我刚开下匝道，他就在我身后塌了。他语无伦次，声音里充满了恐惧。秦叔，差一点，就差1分钟。我听着他惊魂未定的声音，心中最后一点侥幸也消失殆尽。一切都是真的。
挂了电话，我立刻对律师下达指令，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快的速度拿下西郊废弃铁矿的所有权，以开发稀有矿产的名义签最高级别的保密协议，所有参与人员必须签下天价违约金的保密合同。律师的声音带着迟疑。秦总，这钱不是问题，我打断他，我只要结果。下午，周明失魂落魄地回了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换鞋，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玄关，看着坐在沙发上安静画画的念念，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恐惧，有迷茫，更有无法置信。他走过去，蹲在念念面前，声音沙哑：“念念，你是怎么知道的？”念念抬起头，大眼睛里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反而是一种看透一切的平静。我记得，爸爸，你现在信了吗？周明没有回答，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我昨晚连夜草拟的物资采购清单，从压缩饼干到净水设备，从药品到武器，密密麻麻写了10几页。他把清单铺在茶几上，拿起笔，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沉默了许久，他在清单的末尾一笔一画地加上了几个字。清单的末尾是他作为父亲的决心。写完，他抬起头看我，眼中布满血丝，却透着一股决绝。秦叔，告诉我还需要做什么？我心中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我们不仅需要物资，还需要人。我指着窗外，末世里最可怕的不是天灾，是人。我们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绝对忠诚的团队。我翻出手机，调出几份人事档案。王虎，前特种兵，且是孤儿，我的司机兼保镖，格斗专家，绝对忠诚。刘婶，家人都不在了，在我们家做了10年的保姆，知根知底。还有你，我看向周明，你是结构工程学教授，地下基地的建造，我需要你的专业知识。周明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对我的质疑，而是全然的信任。好。他重重点头。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我通过监控一看，是对门的邻居张哥，一个看起来很憨厚的中年男人。念念在我怀里机不可察地抖了一下，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打开门。张哥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笑呵呵地说：“秦总，周教授自家包的猪肉白菜馅饺子，给你们尝尝鲜。”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可我脑子里却回荡着念念的话：“那个叫张叔叔的邻居是食人魔，他会吃了爸爸。”我看着他递过来的那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我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谢谢张哥，太客气了。”关上门，我毫不犹豫地将那盘饺子丢进了垃圾桶。周明不解：“怎么了？”我没说话，只是看向念念。念念放下画笔，走到我们中间，小声说：“妈，我们快点搬家吧，后天我们这个小区会被淹掉。”周明刚毅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又一个预言，这一次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他猛地抓起那份物资清单，声音嘶哑而坚定：“我马上去联系安保公司朋友，我们需要武器。”他眼中的犹豫和彷徨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逼到绝境的狠厉。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本能被彻底激发了。我看着他雷厉风行的样子，心中稍定。但我们还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那个固若金汤的地下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个月。2天后，我们悄然搬进了市中心酒店的顶层套房，这里地势最高。我和周明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我们生活了多年的城市。下午4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像被打翻的墨汁，迅速吞噬了整片天空。紧接着，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上，发出巨响。1小时后，暴雨倾盆，城市的排水系统在降雨量面前瞬间崩溃。我们亲眼看着楼下的街道变成一条湍急的河流，无数车辆像玩具一样被冲走。浑浊的洪水中，隐约能看到挣扎呼救的人影。我们之前住的那个高档小区，地势较低，此刻已经彻底成了一片汪洋。新闻里，气象专家们目瞪口呆，称这是100年不遇的极端天气。可我们知道，这只是开始。末世的序幕已经拉开。周明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心冰凉，全是冷汗。这场亲眼目睹的灾难，让他彻底抛弃了过去30多年建立起来的科学世界观。老婆，接下来怎么办？他第一次在正事上完全依赖我，钱、人、物资3管齐下。我冷静地打开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计划表。矿山的所有权已经到手，我以九州矿业的名义聘请了全球最顶级的施工队，他们会分批以工程师的身份入境，地质勘探、矿井加固、内部设计同时进行。周明，你的任务就是利用你的专业知识跟他们对接。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一个完美的地下堡垒设计图。物资方面，我已经通过海外渠道采购了足够消耗10年的所有物资，他们会伪装成矿业设备，分批运往矿山。我的语速极快，条理清晰。这几天我几乎没合过眼，大脑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疯狂运转。周明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撼。他喃喃道：“秦叔，我以前总觉得你是个工作狂，现在我才知道。”现在知道也不晚。我打断他：“我们是一家人，必须一起活下去。”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林薇，我最好的闺蜜。我的心猛地一沉，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念念的话：“他会为了半袋饼干把我卖给一个变态。”我按下接听键，开了免提：“叔叔，你没事吧？天哪，
新闻上说你们小区被淹了，吓死我了。你和念念还好吗？我们没事，提前出来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那就好，那就好。林薇松了口气，随即声音又带上了哭腔。叔叔，我好怕，我刚失业，房贷也快还不上了，现在又搞成这样，我该怎么办啊？他是我大学起就认识的朋友，一路走来互相扶持。我公司初创时，他还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支持我，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可我正想着如何回应，一直安静待在旁边的念念突然走了过来，她仰着小脸看着手机，清晰地开口了。她说：“林阿姨，你肚子里的小宝宝还好吗？”电话那头，林薇的哭声戛然而止，死一般的寂静。过了足足10几秒，林薇才用一种惊疑不定的声音问：“念念，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我连你妈妈都没告诉我。”我浑身一僵，猛地看向念念。念念没有理会电话那头的震惊，她捂住手机，看着我轻声说道：“妈妈，末世里林阿姨为了保护她的宝宝，把我卖掉，换来的那半袋饼干都喂给了她的孩子。”我握着冰冷的手机，看着眼前目光沉静的女儿。电话那头的林薇语气里满是掩饰不住的慌乱。叔叔，念念这孩子胡说什么呢？我哪来的孩子？我没有拆穿他，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我终于明白，林薇的背叛不是因为恶，而是因为母性的疯狂。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她可以献祭掉全世界，包括我这个闺蜜。念念轻声说：“妈妈，不要怪她，也不要帮她。末世里最廉价的是善心。”我深吸一口气，将感性彻底封锁。我不再是那个商界名流，而是一个为了女儿可以化身修罗的母亲。100亿资金已经在账户里跳动，我拨通了猎头公司的电话，给我找国外最顶尖的室内循环农业专家、核物理工程师和地质结构专家，薪资翻10倍，要求只有一个，合同期2个月，必须跟我去一个地方闭关工作。我不怕3个月后这些人会觊觎我们的堡垒，因为一旦末世到来，跨国就是最大的障碍。接下来的2个月，西郊的废弃铁矿成了一座疯狂运转的工蚁巢穴。我利用九州矿业的外壳掩盖了真实的施工意图，地下的旧矿坑被重新加固，采用的是最先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周明发挥了他的专业特长，在设计图中加入了一套独立的空气过滤系统，能够过滤核尘埃和极端病毒。而我则化身为一个疯狂的采购机器。我没有去超市扫货，那样太慢，我直接联系了国内几大粮食储备库的退役主管，以国际援助采购的名义订购了5万吨陈化粮、2万吨面粉和10万箱各类压缩饼干。接着我买下了3个大型罐头厂的全部库存，我还通过海外联岸公司秘密采购了4台微型核聚变发电机组。在太阳消失的冰河时代，电力就是光，就是热，就是命。看着账户里的余额像流水一样倾泻而出，换回的是堆满数个地下仓库的物资，我心里那股焦躁才稍稍。与此同时，物资的准备进入了精细化阶段。念念提醒我，妈妈，除了吃的，最重要的是保暖，那种能抵御-70度的极地防寒服，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还有煤炭和木炭，万一电力系统出故障，我们需要最原始的取暖方式。我立刻飞了一趟北欧，直接买断了一家顶级户外品牌的生产线，要求他们生产一批定制版的防寒服，内衬全部加厚，并填充了最先进的石墨烯发热片。我还买下了几座大型药厂的抗生素、抗感冒药和外伤药。在末世，一个小感冒都可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此时，距离念念预言的太阳消失只剩下不到10天，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有些怪异。原本蔚蓝的晴空渐渐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像铁锈一样的暗红色。气象局的解释是高层大气威力超标，但我知道那是大灾难降临前的先兆。距离末世倒计时5天，基地的核心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地下100米深处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循环系统的小型堡垒。那里有层叠式无土栽培实验室，有全自动循环水处理厂，甚至还有一个微型的图书馆和健身房。关上门，周明有些担忧地问：“我们就这样彻底和外界切断联系吗？如果预言没发生？”没有如果，我指着窗外，你看，正午12点，原本应该是烈日当空，可此时的太阳看起来像一个蒙了灰的旧灯泡，昏暗无光。气温在短短半小时内下降了5度，街上的行人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抬头看天，拿出手机议论纷纷。当天晚上，全球各大天文台联合发布了观测到太阳黑子出现史无前例的剧烈活动，一种未知的暗物质云团正在吞噬太阳光辐射，超市被洗劫一空，银行发生挤兑，交通彻底瘫痪。我看着监控画面里混乱的世界，转头对丈夫说：“关门，我们撤进基地，开启封闭模式。”进入电梯，随着楼层数字疯狂跳动，我们逐渐远离了那个混乱、喧嚣且即将封冻的地面世界。地下100米，厚达3米的铅合金大门缓缓合拢，随着咔嚓一声巨响，电磁锁闭合，我们彻底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基地里的生活出奇的宁静，这里的恒温系统始终保持在24度。无土栽培区的蔬菜长势喜人，那一抹抹翠绿色成了最珍贵的风景。
念念变得活泼了一些，她又开始画画，只是她画里的色彩依旧有些深沉。我带着周明和念念来到了基地的顶层监控室，屏幕上是正午12点的景象。突然，原本昏暗的天空像是被一块巨大的黑幕瞬间遮盖，而是一种毁灭性的、绝对的黑暗。太阳消失了，监控屏幕一阵雪花点，那是剧烈的磁场干扰。几分钟后，画面恢复，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人间炼狱，气温在以每分钟1度的速度狂降。街上那些还没来得及找到避难所的人，在几分钟内就变成了僵硬的冰雕。汽车在行驶中熄火，供电网络瞬间崩溃。大雪毫无征兆的降临，那不是普通的雪花，而是像鹅毛一样厚重、带着冰冷杀意的白色葬礼。短短1小时，地面已经积了1米厚的雪。妈妈，念念拉了拉我的手，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宿命的沉重。念念说：“冰河时代开始了。”大屏幕上的数字在疯狂跳动，20摄氏度、零下40摄氏度、零下60摄氏度，仅仅用了3个小时。地面气温就跌破了人类生存的极限。监控镜头采用了特殊的抗冻涂层和红外感应，即便在绝对的黑暗中，依然能捕捉到地面那绝望的、正在熄灭的热源。念念，妈妈，我们会是最后一批活着的人吗？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此时的地下堡垒内，恒温24度，灯光充足，循环系统发出轻微的嗡鸣声。这与屏幕上那个冻结的黑白世界形成了恐怖的对比。除了我们一家3口，基地里只有王虎和刘婶。我不是最后一批，但会是最久的一批。突然，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丝火光，那是我们原本居住的高档小区方向，有人在焚烧家具取暖。那点火光微弱的，像随时会熄灭的萤火虫。念念指着那个方向，那是张叔叔家。他的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深深的忌惮。念念，上一世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带人闯进了邻居家里，把邻居的猫换成了锅里的肉。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冷，转头看向王虎。王虎，从现在起切断一切对外的物理连接，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出口，哪怕是排水管也要加上单向锁死装置。王虎点头，明白，秦总。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在此时给了我极大的心理支撑。末世降临第3天，地面上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80度。电子屏上显示的红外画面里，街道如同一座巨大的冰冷坟墓，但在地下1000米的核心生活区，空气中弥漫着垂涎欲滴的香气。秦总，周教授，快来，锅底开了。刘婶爽朗的声音从餐厅传来，那是牛油火锅的味道，浓郁热烈，带着人间最烟火的气息。为了这一天，我当初在仓库里封存了上千包顶级火锅底料，还有数不尽的肥牛卷和毛肚，盘子里盛着刚刚从无土栽培区摘下来的生菜和毛豆。妈妈，我想吃那个虾滑。那双原本写满沧桑的眼睛，此刻终于盛满了5岁孩子该有的渴望。王虎显得有些局促，但在我的坚持下，他也坐了下来。虎子，多吃点，今天不谈公事。我往他碗里夹了一大块肥牛。窗外显示着温暖的森林秋景，灯光柔和如黄昏。那一刻，我们几乎要忘记，头顶正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星球。末世降临后的第10天，全球通讯网络已经在严寒中崩溃，唯有我租赁的私人卫星还能维持短时间的联络。所有的维护工作压力都压在了周明和王虎身上。周明正在检修储水系统，我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是林薇。屏幕上的她裹着几层脏兮兮的被子，头发凌乱，那双曾经引以为傲的大眼睛里写满了疯狂的饥饿。叔叔，你在哪？救救我，我快死了。他的声音支离破碎。我把所有能烧的衣服都烧了，现在只能拆地板了。我肚子里还有宝宝，他不动了。叔叔，他可能被冻死了。我握着手机，指节发白。林薇，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我当初提醒过你，让你囤货，你说我在散布谣言。现在我这里没有多余的位置，也没有多余的氧气供养第6个人。秦叔，你这个冷血的贱人！林薇的嘴脸瞬间变得狰狞。你居然看着我去死！我知道你的基地在那座铁矿下面，我已经把这个消息发给所有人了。你等着，大家都会去抢你的肉吃。信号在这一刻彻底中断。我看着黑掉的屏幕，心跳如雷。林薇的诅咒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半个月后，大雪已经覆盖到了地面建筑的3层楼高。在这个绝对的黑暗时代，地面上的流民们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开始朝着西郊矿山聚集。通过长焦摄像头，我看到了一支诡异的队伍，他们大约有30多人，每个人都裹得像个圆球，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破障工具。领头的正是女儿口中的那个张叔，他手里竟然还拎着一根沾血的长杆。他们怎么过来的？周明不敢置信，这种温度，户外行走就是送死。他们烧了所有的木材，甚至拆了汽车坐垫当燃料，一路上靠着掠夺别人的热源和体温撑过来的。王虎观察着监控，秦总，他们带来了大威力的切割机和炸药。我看着那群在雪地里蹒跚的野兽，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被饥饿和寒冷彻底剥离了道德感的躯壳。周明、刘婶，你们带念念去最底层的避难舱。我拿起了防卫系统的控制台。王虎，准备接客。流民队伍在矿山大门口停了下来。张叔叔似乎知道我们在看，他对着监控头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随后从背后拖出一个瘦弱的身影。我瞳孔微缩，那是林薇，她还没死，但显然已经神志不清，被像垃圾一样扔在雪地上。秦总，开门吧，我有30多张嘴要吃饭。
你不开门，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你的闺蜜一片一片切了喂狗。哦，对了，狗早死光了，是喂给我这些兄弟。刘婶吓得瘫坐在地上，捂着耳朵哭泣。妈妈，不要看！念念抱住我，我看着屏幕里的林薇，心中没有复仇的快感，只有对这个末世深深的恐惧。王虎，我闭上眼，下达了命令，启动电磁脉冲和自动防御电击枪，告诉他们这里没有粮食，只有死亡。随着王虎按下按钮，矿山入口处隐藏的枪塔升起，一瞬间，密集的弹雨划破了黑夜，雪地上绽放出无数朵诡异的红花。那些原本还在叫嚣的流民，在现代热兵器面前脆弱的像纸。那一战，地面留下了20多具尸体，但我们5个人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张哥和剩下的几个狠角色，竟然利用那些尸体和积雪，在矿山入口处筑起了一座简易的避风堡垒。他们想跟我们耗。周明看着压力感应器，情书。他们发现大门打不开，开始在半山腰尝试寻找风道口。这正是我的软肋。虽然基地深达100米，但为了维持5人的呼吸，我们必须依靠几个隐藏在岩层缝隙中的精密排风口。如果那些风口被堵住，或者被灌进浓烟，我们就会窒息。我带枪出去，把他们清理掉。王虎站起身，开始检查防寒服。秦总，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行，外面是零下60度。我摇头，你出去后体温会迅速流失，而且外面的积雪深达数米，你根本没法行动。用我们的地下挖掘机器人。钟明突然开口，眼神一亮。我设计过2台遥控机器手，虽然没有武器，但可以改装。凌晨3点，2台改装过的矿用机器手通过隐秘的排渣口缓缓滑向地面。监控器里，张叔叔正带着剩下的几个人顶着狂风在半山腰疯狂挖掘。他们竟然找到一处岩层断裂带，离我们的备用风口只有不到3米的距离。发现目标，王虎的声音平稳如机器。2台机器手像地底钻出的怪物，突然从雪堆中破壳而出。他们巨大的液压钳能轻易夹碎矿石，此时对准的是人类脆弱的躯干。那是什么？一名流民刚发出惊叫，就被机器手瞬间掀翻在雪地里，惨叫声被狂风撕碎。我们用冷冰冰的钢铁执行着最后的自卫权。张哥用手里的撬棍狠狠插进了一台机器手的缝隙里，试图同归于尽。周明，拉升功率！我喊道。周明疯狂操作着手柄，机器手发出一阵刺耳的过载声，液压油在严寒中喷溅而出，像一道黑色的剑。最终，张哥没能抵挡住钢铁的力量，他被机器手狠狠地甩下了100米深的雪谷。屏幕前，我们5个人长久地沉默着，地面上再也没有一个活物。危机暂时解除，但基地内部的氛围却变得诡异起来。刘婶开始整天的不出门，甚至拒绝进食。当我推开她的房门时，发现她正跪在地上，对着一张模糊的照片哭泣。那是她早夭的儿子的照片。秦总，我们这样活着到底算什么？刘婶抬起头，眼睛里满是绝望。外面的人都死了，我们守着这100亿的物资，守着这1000米深的地洞，跟埋在地里的死人有什么区别？这种绝望感像瘟疫一样在小团体内部蔓延。如果说外面的严寒是物理攻击，那么这种长久的孤独和道德压力就是对精神的凌迟。刘婶，我走到她身边，蹲下来，指着念念房间的方向。我们要活下去，是为了看着念念长大。如果我们自杀了，念念就没有了照顾她的人。你忍心看着她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自生自灭吗？刘婶愣住了。念念是她从小带大的，她虽然不说，但我知道她早已把念念看成了自己的孙女。还有，我声音放软，无土栽皮区的草莓熟了。王虎和周明辛苦了这么久，他们想喝你熬的酸辣汤。你是这个家的一部分，没有你，这个堡垒就不叫家。刘婶的眼神动了动，她是个淳朴的人，责任感最终战胜了虚无感。那天晚上，基地里飘起了久违的烟火气，5个人围坐在餐桌前，喝着刘婶熬的热汤。尽管窗外依旧是绝对的黑暗，但那一点点人间的温度暂时压制了末世的寒冷。第2天午后是基地的园艺时间，基地的第2层是整整1000平米的无土栽培实验室，这里没有泥土的腥味，只有干净的营养液、循环声和植物的清香。郑明，你看，这株草莓红了。我拉着丈夫的手，指着层叠式架子上的一颗鲜红。周明放下手里的检修设备，推了推眼镜，眼神里满是温柔。他摘下那颗草莓，没有自己吃，而是先喂到了我的嘴里，甜，沁人心脾的甜。在这个连大气层都被冻结的时代，这颗草莓比任何钻石都昂贵。王虎叔叔，快来看，我种的小番茄长高了。念念拉着王虎在架子间穿梭。王虎这个铁汉，此刻竟蹲下身子，极其认真地帮念念修剪枝叶。刘婶在一旁拿着水壶，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家乡的小调。这里有光，有热，有绿意。如果闭上眼，你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春日午后，可只要抬头看向墙角的监控副屏，那漫天卷地的黑色暴雪就会提醒你，这和平是多么奢侈的奇迹。末世第3个月，我们迎来了真正的生死考验。地缘热泵的核心轴承因高负荷运转和地壳微震断裂了，基地的温度开始以每小时1度的速度下降。如果不修好它，这里会在24小时内降到0度以下。周明满头大汗地钻出机房，轴承在最外侧的泵房，离地面只有100米，那里的密封圈已经冻裂了。
到处都是溢出的地下热水形成的冰柱。我去！王虎二话不说，拿起扳手和备用剑。我和你一起去，你不知道安装顺序。钟明披上了最后的石墨烯防寒服，我看着他们两人走进升降梯，心提到了嗓子眼。在这座只有5个人的堡垒里，失去任何一个成员都是灭顶之灾。监控里，由于泵房漏水，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晶莹剔透却致命的冰窖。周明和王虎的手套很快就被冻在了铁管上，每一次发力都伴随着皮肤被撕裂的剧痛。快点，再快点！我对着监控屏幕喃喃自语。就在轴承即将更换完毕时，一阵沉闷的隆隆声从地底深处传来。地震！由于全球气候巨变，地壳进入了活跃期，泵房开始剧烈摇晃，数吨重的冰柱从头顶滑落。周明，王虎，快撤！我对着对讲机尖叫，还差最后一颗螺栓。周明的声音在震动中扭曲，他死死护住轴承，王虎则用宽阔的后背顶住了一块即将砸落的巨石。那一刻，我通过屏幕看到了人性中最光辉的瞬间，没有所谓的英雄主义，只有2个男人对家人的承诺。咔嗒一声，修好了，撤！就在他们冲进升降梯的下一秒，整个泵房坍塌了，巨大的冲击波让升降梯剧烈摇晃。当我带着念念和刘婶等在电梯口时，我的心跳几乎停止。电梯门缓缓打开，周明和王虎浑身湿透，防寒服上挂满了碎冰。周明的右手因为冻伤变成了青紫色，而王虎的肩膀血肉模糊，但他们活着回来了。老婆，暖气应该很快就恢复了。周明虚弱地笑了笑，随即晕倒在我怀里。刘婶尖叫着去拿急救包，念念紧紧抱住王虎的腿。这一刻，我们5个人之间再也没有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是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地缘热泵恢复了运作，虽然我们损失了一处重要的泵房，但周明利用备用回路重新建立了循环。5个人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危机过后的第2天，我们谁也没去工作，我们懒洋洋地聚在阳光房。刘婶烤了热腾腾的司康饼，还配了亲手做的草莓酱。王虎的手臂缠着纱布，但他依然坚持用另一只手帮念念搭积木。周明躺在长椅上，享受着我的头部按摩。这种日子，哪怕只有1天，也值了。不，我们要过很多很多天。窗外的监控依然是一片死寂的白，但我们这间屋子里茶香袅袅，积木倒塌的清脆声和念念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花掉100亿想要守护的，不是金钱，不是公司，而是这5个人围坐在一起喝茶的权利。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婶不再消沉，她开始疯狂地钻研美食。王虎即便受了伤，也坚持每天带着念念进行体能训练。他说，在这个时代，力量是唯一的保护色。念念变得越来越开朗，他甚至开始教我和周明一些生存技巧。我站在监控室，看着屏幕上依然黑暗的世界。虽然太阳依然没有出现，虽然地面依然是致命的寒冷，虽然外面的世界或许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但我回头看到4个我最信任的人正在为了明天而忙碌。念念，我轻声问，太阳什么时候会回来？念念走到窗边，隔着厚厚的合金门，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未来。妈妈，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只要我们一直守在一起，太阳就在我们心里。我微笑着点头。100亿财富或许能买来这座堡垒，但唯有这5颗心紧紧贴近，才能在这场冰河时代中守住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末世第4个月，基地的日历翻到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刘婶的55岁生日。在地面上，55岁或许只是退休生活的开始，但在这1000米深的地下，这代表着我们又共同守护了一个生命的节点。清晨，刘婶像往常一样起得最早，打算去准备早餐。可当她推开餐厅大门时，整个人都愣住了。餐厅里拉起了彩带，是用废弃的塑料包装袋裁剪的。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长寿面，面条雪白劲道，上面铺着金黄的煎蛋和鲜嫩的小油菜。刘奶奶，生日快乐！念念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纸折的小皇冠，踮起脚尖戴在刘婶头上。我和周明、王虎也笑着走了出来。刘婶，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我递过去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条围巾。基地虽然恒温，但您老爱在菜园待着，那湿气重，围上这个舒服点儿。王虎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递上一个木雕的小马。刘婶，我也没啥本事，这是用菜园剩的木头刻的，祝您龙马精神。刘婶看着那碗面，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在这个末世，面粉、鸡蛋、新鲜蔬菜都是奢侈品，可我们却毫不吝啬地为他准备了这一切。哎，好孩子。刘婶抹着眼泪坐下，挑起一根面条，这面真香，活了一辈子，这碗面最香。那天早上，我们没有讨论外界的暴雪，也没查看监控，5个人围坐在一起，听着刘婶讲她年轻时的趣事。在那小小的餐厅里，那一碗面的热气驱散了末世的寒意。末世第4个月，地表的气温稳定在零下75度，那是一个连钢铁都能冻脆的极低温度。我正坐在基地的中央监控室，手里端着一杯刚磨好的蓝山咖啡，醇厚的香气在恒温24度的房间里弥漫，但屏幕上的画面却瞬间将这种错觉撕碎。在漫天卷地的黑色暴风雪中，2道扭曲的人影正趴在我们的一处红外探测器前，是张哥和林威，他们竟然还没死。林威浑身裹着不知从哪撕来的破烂皮毛，露出的半张脸布满了紫黑色的冻疮，眼神里全是疯狂，而张哥则更显阴沉，
他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电子仪器，正对着我们的探头疯狂调试。秦叔，我知道你能听到。林薇对着探头尖叫，声音经过风雪的过滤，变得像厉鬼在磨牙。张哥找到了你地基的排气管道，如果你不送吃的出来，我们就把管道炸了，让你们所有人憋死在地洞里。我抿了一口咖啡，眼神冰冷。百亿打造的基地，防爆排气管深埋在岩层之下，并不是2个流民能轻易破坏的。但张哥手里那个仪器却让我感到了不安，那是地质勘测仪。老婆，别理他们。钟明走过来，从身后搂住我的肩膀，他的身上带着一股刚修剪完绿植的青草香。我知道，只是觉得他们的生命力真像蟑螂一样顽强。我放下咖啡杯，关掉了那一屏令人作呕的画面，转而看向另一个屏幕，那是餐厅的监控。刘婶正带着念念在揉面。妈妈快来啊！刘奶奶教我包小兔子包子。念念对着摄像头挥了挥沾满面粉的小手，笑容清脆。那一刻，我心中的阴霾瞬间散去。为了这声妈妈，哪怕外面是炼狱，我也要守住这方净土。大理石台面上铺满了白花花的面团，刘婶正手把手地教念念捏耳朵。王虎坐在一旁，正笨手笨脚地试图捏出一个老虎造型，结果却捏成了一个滑稽的肉团子，惹得念念咯咯直笑。念念真聪明，这兔子捏得比你王叔叔强多了。嘿嘿，秦总，我这拿枪的手真干不了这精细活。刘婶一边忙活一边说，秦总，咱们这地下的面粉够吃几十年，等念念长大了，我还要教她做咱们家乡的18褶包子。我看着这一幕，鼻头微微一酸，这种平凡的快乐在末世里却是最顶级的奢侈品。晚餐是松软的小兔子包子、清炒菜心和一小碗火腿炖笋干。念念吃的嘴巴红扑扑的，她拉着我的手说，妈妈，这比上一世吃的好多了，上一世我们只能吃发霉的木薯。我心头一震，随即将她紧紧搂进怀里。这一世，妈妈会让你一直吃最好的。宁静在深夜被刺耳的警报声打破，警报，地层结构发生异常震动，位置北侧3号通风井。我猛地从床上惊起，钟明已经披上外衣，冲向了控制台。王虎也拎着电击枪出现在了走廊里。屏幕上，张哥正带着一群不知道从哪纠集的流民，正疯狂地在3号通风井上方引灌东西。那些人像是疯了，顶着几乎能把人冻成冰雕的寒风，一桶一桶地往通风口里灌一种黑色的粘稠的液体，那是原油。钟明脸色大变，他们想点火，虽然我们的通风系统有防火闸，但原油燃烧产生的剧毒浓烟会损坏精密过滤膜。张哥对着监控头露出一个狞笑，他手里举着火把，嘴型在说，既然我不活，你们也别想好过。林薇躲在他身后，他的眼神里已经彻底没有了人性的光泽。王虎，启动高压干粉喷射系统。我果断下令。不行，秦总。王虎盯着数据，外面雪太厚，喷射口被冻住了，强行启动会炸裂管道。我的手心冒出了冷汗，这群饿疯了的野兽正在用自杀式的方式挑战基地的极限。周明最终利用备用液压系统强行推开了喷射口的冰层，漫天的干粉瞬间覆盖了原油，火并没有燃起来。张哥那群人被呛得四散奔逃，又在极寒中留下了几具僵硬的尸体。危机暂时解除了，但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落。果不其然，平静只持续了3天。监控里，林薇突然出现在大门口，她似乎被张哥打得遍体鳞伤，一条腿在雪地里拖着。秦叔，开门！张哥疯了。他对着探头大喊，手里竟然拿着一张简易的地形图。他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矿井入口，想直接挖到你们的能源舱。我知道具体的位置，开门让我进去，我把图给你。王虎眉头紧锁，秦总，这可能是苦肉计。我知道。我盯着屏幕。就在这时，张哥从雪堆后面冲出来，一把抓住林薇的头发，对着她的脸狠狠扇了几个耳光。林薇发出惨烈的叫声，地形图掉在地上，地形图被风雪吹得卷起来。秦叔，你不是最有同情心吗？看着你最好的闺蜜被我一寸寸割掉肉，你还能在里面心安理得的吃肉吗？刘婶从餐厅走出来，手里的盘子险些掉在地上，她捂住嘴，这太丧良心了。我握紧了拳头，这种视觉冲击在考验着我们5个人的心理防线。念念走过来，轻轻拉住我的衣角，眼神清冷。妈妈，上一世林阿姨也是这样骗你开门的。等门一开，张叔叔藏在后面的斧头就会劈下来。我的心瞬间冷如铁石。为了抵消外面的惨叫声，我把音响系统开到了最大。念念，今天我们来学钢琴好不好？多功能厅里放着一架价值数百万的施坦威大钢琴。周明坐在琴凳上，耐心地教念念指法。舒伯特的小夜曲在宽敞的房间里回荡，琴声盖过了风雪的咆哮，也盖过了人性的哀嚎。刘婶拿出几本旧乐谱，跟着节奏轻轻打着拍子。王虎坐在一旁的摇椅上，手里拿着一本特种兵训练手册，但在琴声中，他的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这一关我们必须过，除了物资，我们更要守住脑子里的理智。我点了点头，在极度黑暗的世界里，艺术和美是最后一道防线。那天下午，我们5个人沉浸在琴声中，念念弹出了第一段完整的旋律，他兴奋地跳起来，拥抱我们每个人。然而，张哥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无视而退却。监控画面里，他不再只是一个人，10几辆全副武装的履带车出现在了地表，
那是附近一个避难所的势力。张哥竟然凭借那张所谓的地质图，说服了一个小型的武装组织来攻打我们。秦总，对方有穿甲弹。王虎的神色变得异常严峻，这种程度的攻击，外层的合金门撑不住多久。我看着那些黑洞洞的炮口，心跳加速。这不仅是邻居间的纠葛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小型战争。周明快速在电脑上操作，我要启动深度潜航模式，关闭3层以上的所有不必要空间，将所有的能源集中在核心防御层。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部分种植区和娱乐区。妈妈，没事的。念念指着屏幕上的一个红点，那里是地热溢出口，只要他们敢开火，由于温差压力，地面会瞬间塌陷。念念的眼神里透着一种不属于孩子的狠厉，他重生回来，不仅带回了恐惧，也带回了那个血腥世界的游戏规则。在战斗开始前的半小时，我们决定吃顿好的。刘婶拿出了冷库里最后一块顶级的 M12和牛，切成薄片，在烧热的石板上煎得滋滋作响，油脂的香气弥漫开来，再配上一碗晶莹剔透的高山有机米。来，虎子，多吃点肉，一会儿得靠你。放心吧，周教授，只要我还有口气，谁也别想进这道门。王虎吃得满嘴是油，眼神却变得锐利如鹰。我看着桌上的4个人，刘婶虽然手在抖，但依然在努力给我们盛汤。周明在调整眼镜，思考着防御逻辑。念念在小口小口地喝着橙汁。我们能赢！我举起水杯，为了草莓，为了钢琴，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家！5个人齐声喊道。就在这时，地表传来了第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战斗比想象中更惨烈。履带车的穿甲弹击中了基地的第1道防线，剧烈的震动让天花板上的灰尘赖赖落下。他们开始进攻了。王虎冲向了遥控射击位，张哥站在履带车上，像个疯子一样挥舞着旗帜。林威被拴在车头，成了最卑鄙的人肉盾牌。秦叔，你死定了！张哥在广播里狂笑。然而他并不知道，那里的雪层下正因为地热的剧烈波动而变得极不稳定。就是现在，我下达了指令，周明按下了过载阀门，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地底热蒸汽喷涌而出，原本坚硬的冰层瞬间软化，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方圆几公里的雪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塌陷。张哥的履带车、武装人员，还有那一地的贪婪，瞬间被白茫茫的雪海吞噬，整个监控画面变成了一片混乱的白雪和升腾的水汽。结束了吗？刘婶颤抖着问。不，念念盯着屏幕，张叔叔没那么容易死。上一世他在这种雪崩里活下来3次。果然，在纷乱的雪花中，一只沾满血的手从雪洞里猛地伸了出来。大塌陷让基地的大门彻底被深埋在雪下，但也阻隔了外部的直接火力攻击。现在，我们和外面的幸存者都被困在了各自的牢笼里。张哥从雪堆里爬了出来，他的半边身子都被压烂了，但他依然抓着林威。林威竟然也奇迹般的活着。但他的眼神已经彻底涣散。他们在我们的排风口附近挖了个小洞，竟然开始对着通风口灌入某种催泪烟雾，这种烟雾里混了兴奋剂。周明看着化学传感器，他们想逼我们出去。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里那个在风雪中挣扎的男人。王虎，不要开火！我冷静地关掉了通风口的外循环，改用氧气瓶。我们要让他们在那冰天雪地里慢慢耗光最后一丝热量。此时的基地内部，刘婶正在给念念烤曲奇饼干，甜甜的黄油香味冲淡了紧张的气氛。我们在温暖的地下喝着红茶，吃着甜点，看着屏幕上的对手在风雪中渐渐变成冰雕。这种残忍与温情的极致对比，才是末世里最真实的底色。妈妈，我饿了。念念拉了拉我的手。好，咱们去吃曲奇。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向那间充满奶香味的餐厅，身后是正一点点陷入死寂的荒芜的地面世界。由于地表积雪已经完全覆盖了矿山，我们的世界彻底陷入了绝对的安静。但在一个深夜，一种奇怪的声音通过岩层的传导钻进了我们的耳朵，咚咚咚，那不是风声，也不是地震，而是沉闷的有节奏的重物击打声。位置在西北侧的老矿道上方。王虎迅速穿上防寒服，手里拎着一柄沉重的撬棍。我和周明来到监控室。虽然主摄像头被雪埋了，但我们安置在岩壁内部的震动感应器正疯狂闪烁。屏幕上，热成像显示有一团微弱的红影正趴在老矿道的通风口上方，正用冰镐疯狂地挖掘。是上次袭击小队的人李峰，他竟然在那场塌陷中活了下来，而且在那冰天雪地里，他精准地找到了我们基地最薄弱的一处通风盲区。哈，不是一个人。周明指着热成像边缘，后面还跟着几个人，他们像是在搬运什么沉重的东西。我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在这个只有5个人的基地里，任何一处破损都可能是致命的。我看着监控里那团颤抖的红影，它已经不再像个人，更像是一只在大雪中寻找缝隙的毒虫。王虎，不要开门，去负2层的隔离舱守着。我冷声下令。周明，把排风系统的压力调到最大，我们要用气流把它们吹下去。就在外面的敲击声愈发刺耳时，刘婶端着5碗热腾腾的牛肉面走进了控制室。先吃饭吧，秦总，周教授。刘婶的声音有些发抖，但手很稳。人吃饱了，心里才不慌。那是一碗极其考究的红烧牛肉面，面条是刘婶亲手擀的，筋道爽滑，牛肉炖得软烂入味。那是冷库里顶级的雪花牛排，
被刘婶大手笔的切成了厚块。碧绿的油菜心浮在红亮的汤头上，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我端起碗，热气扑在脸上，让我有一瞬间的失神。一墙之隔是零下70度的炼狱和正准备杀人越货的暴徒，而墙内是人间最极致的美味。妈妈，牛肉好香！念念小口吃着面，眼神却死死盯着监控屏幕。那个叔叔带了炸药，上一世他就是用这种土炸药崩开了通风管道。我手里的筷子微微一顿，别怕，念念。我摸了摸他的头，把碗里的半块牛肉夹给他。这一世他崩不开。轰一声闷响，虽然隔着厚厚的岩层，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基地的震动。警报！西北侧风道受损，空气过滤系统压力异常，电子合成音在走廊里回荡。他们竟然真的引爆了炸药！监控画面里那一团红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滚滚的浓烟顺着通风管涌了进来。他们想用烟把我们熏出去。王虎大喊一声，已经冲向了隔离门，不能开门。我一把拉住他。周明，切断西北侧风道，开启内循环。周明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跳动，额头满是汗水。不行，炸药破坏了电磁阀，阀门卡住了，关不上。这意味着，如果不想办法堵住那个口子，剧毒浓烟和寒流将在半小时内席卷整个基地。我去！王虎眼神一横，他拿起了液压封堵机，这意味着他必须进入那个充满浓烟的狭窄管道。虎子，拿着这个。刘婶冲过来，把一个浸透了凉水的毛巾捂在他嘴上，眼里含着泪，一定要回来吃晚上的饺子。王虎嘿嘿一笑，那是他第一次露出如此决绝的表情。王虎爬进了管道，我们通过管道内部的微型摄像头看着他艰难地逆着浓烟前行。就在他即将到达破损处时，管道口突然出现了一张扭曲的脸，是李峰。他竟然顶着爆炸的余波也爬进了管道。两个人在直径不足1米的金属管道里狭路相逢。张哥的手里握着一把断裂的冰镐，眼神里满是野兽般的疯狂。秦叔，把门打开，给我吃的！李峰咆哮着，声音在管道里产生了恐怖的回响。王虎没有废话，直接一脚踹在他的胸口。在狭窄的空间里，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只有最原始的力量搏杀。我看着屏幕，手心里全都是汗。念念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小声念叨着：“王叔叔赢，王叔叔赢。”王虎硬生生挨了张哥一镐头，肩膀鲜血淋漓，但他依然死死锁住了张哥的脖子，用力向外一推：“滚出去！”王虎的一声怒吼，伴随着液压封堵机的启动声，特种密封胶在高温下迅速膨胀，将破损的口子彻底封死。在那一瞬间，李峰的惨叫声被隔绝在了冰层之外。王虎从管道里退出来时，整个人都被熏成了黑色，肩膀上的伤口触目惊心。快去医疗室！我大声喊道。周明用最快的速度帮王虎缝合了伤口，刘婶心疼的一直在抹眼泪，手里拿着热毛巾，不停地帮他擦脸。1小时后，基地重新恢复了宁静。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我决定在阳光房举行一场下午茶，那是我们基地最美的地方，人造阳光洒在繁茂的柠檬树上。刘婶烤了刚出炉的黄油曲奇，奶香味和柠檬的清香混在一起，治愈着每个人紧绷的神经。虎子，谢谢你。周明递给王虎一杯热水，王虎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接过水，猛灌了一口，长舒一口气。周教授，说实话，刚才在管道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刘婶包的韭菜鸡蛋饺子。大家哄堂大笑。念念蹲在柠檬树下，正用小铲子给花松土，阳光照在她稚嫩的脸上，仿佛刚才那场生死博弈只是一场遥远的梦。这正是我们建立这个基地的初衷，无论外面如何崩塌，我们要守住这一方可以喝茶、可以欢笑的天地。末世第5个月，气温已经降到了一个让人绝望的临界点。就在我们以为张哥已经死在管道外时，林威的声音突然从门口的对讲机里传了进来：“叔叔，救救我！张哥疯了，他要杀了我吃肉。”林威的声音充满了恐惧，伴随着剧烈的咳嗽。我求求你，看在我们10几年闺蜜的份上，给我开一道缝就一道缝。我走到监控前，林威跪在厚厚的积雪里，他的左手手指已经冻得发黑脱落，但看着屏幕里的林威，我心中已经没有了波澜。林威，当你决定和张哥站在一起对付我的那天起，我们就再也不是闺蜜了。我拿起话筒，声音平静：“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走到底吧。秦叔，你不得好死，你这个冷血的怪物！”林威见求饶无果，瞬间撕下了伪装，在大门前疯狂地咒骂起来。我关掉了对讲机，基地里正播放着轻柔的古典乐，刘婶正在帮念念试穿新织的毛衣，鲜红色的羊绒衬得念念像个瓷娃娃。这种极端的对比让我明白，在末世，同情心是自杀的导火索，唯有理智才能守护住家人的温情。外面的咒骂声在持续了几天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威胁。钱总，地底的水泵叶片被冻裂了。周明脸色煞白地跑进控制室，虽然我们在地下1000米，但寒流顺着岩层裂缝渗了下来，基地的循环系统会在3天内崩溃。能修吗？我问。必须去最外层的泵房手动更换叶片，那里就在地表下方100米，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50度。周明推了推眼镜，眼神里透着一丝恐惧，但更多的是坚定。我和王虎陪着周明下到了泵房，那里到处挂着晶莹的冰棱，水管由于受冷收缩，
发出让人牙酸的嘎吱声。周明趴在冰冷的机器上，双手冻得通红，甚至在接触金属时被粘掉了一层皮。他忍着剧痛，一寸一寸地调整着螺栓。还有最后一步，周明咬着牙说。就在这时，泵房上方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挖掘声。张哥竟然还没走，他通过某种方式察觉到了这里的震动，正带着剩下的流民疯狂地挖掘这里的土层。他们想在这里破墙。王虎握紧了手里的防爆枪，土层被炸开了一个洞，几个男人从洞口跳了进来。张哥排在最前面，手里握着一把简易的火枪，他对着我们就喷出了一道火焰，干死他们！这里有水，有粮食！张哥咆哮着。王虎猛地把我护在身后，手中的喷子连续开火。狭小的泵房里，枪声震耳欲聋。周明此时正处于维修的关键时刻，他不能停，一旦停下，整个基地就会断水。他背对着火光和子弹，双手颤抖着完成了最后的合位。周明大喊一声：“好了！”王虎也放倒了最后一名流民，但他的手臂被张哥的火枪灼伤了一大片。张哥见势不妙，想顺着洞口爬回去。我捡起地上的撬棍，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腿上。张哥跪在冰水里求饶：“秦叔，你饶了我吧！”我看着他，冷冷地吐出一个字：“滚！”我没有杀他。因为在零下70度的地面，断了腿的他将迎来比死亡更恐怖的终结。回到基地生活区时，刘婶和念念已经在电梯口等着了。刘婶看到王虎和周明的惨状，眼泪唰的就下来了。他二话不说，把他们推进了医疗室。半小时后，基地的供水恢复了。为了庆祝大家死里逃生，刘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主食是金黄酥脆的生煎包，咬一口满是滚烫的汤汁，还有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羊肉汤，里面放了大量的胡椒和白萝卜。来，虎子，多喝点羊汤，补补气血。刘婶给王虎盛了满满一大碗，王虎虽然吊着胳膊，但吃得满头大汗。刘婶，您这手艺真的是我活下去的动力。周明握着我的手，虽然他的手指还缠着绷带，但掌心的温度很踏实。念念坐在一旁，正用画笔在纸上画着。他画的是王虎叔叔像个超人一样挡在前面，周围是鲜花和阳光。那一刻，我明白，这些外部的危机虽然惨烈，但他们反而像是一块块磨刀石，让我们这5个人的心变得越来越紧密。末世第6个月，最恐怖的一场极寒风暴即将到来。这场风暴会持续1个月，地表的氧气会变得极其稀薄。我们要封闭所有的外部通道，进入常年模式。在进入全封闭模式的前一晚，我们5个人坐在客厅里，壁炉里燃着真的木柴，那是我们在末世前特意储存的一批木材。红色的火苗跳动着，照在大理石地板上，也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我们喝着珍藏的红酒，听着黑胶唱片机里流淌出的古典音乐。秦叔，你说这太阳还会回来吗？刘婶看着窗外雪景问道。会回来的。我看着怀里睡熟的念念，轻声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太阳就没熄灭。王虎在擦拭他的枪，周明在翻看他的笔记。这种宁静是如此珍贵，它是我们唯一剩下的尊严。巨大的风声像万千厉鬼在嘶吼，试图撕裂我们的堡垒，但在地下1000米，我们围火而坐，守着彼此的呼吸。这一夜，我们没有恐惧，只有对明天的期待。大塌陷后的地表变成了一片支离破碎的冰原，积雪足有10几米深，将我们原本宽阔的矿山入口彻底填平。监控器里画面摇晃不定，张哥和林威在那场灾难中竟然活了下来。他们蜷缩在一个由于岩石支撑而形成的狭小雪洞里，那个洞口正对着我们的一处备用排气孔。微弱的暖风从孔径里溢出，成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秦叔，我知道你在看。张哥的声音虚弱的像一张被撕碎的纸，他那只被压烂的手已经结了冰，呈现出一种恐怖的灰黑色。林威紧紧贴在他的身后，那是为了汲取那点可怜的体温。他的眼神空洞地盯着排气孔，嘴里不断呢喃着：饼干，我要吃小兔子包子，叔叔给我一个。我坐在温暖的控制室内，手里捧着一碗刘婶刚炖好的冰糖雪梨，雪梨是冷库里保存最完好的，汤汁清甜粘稠，顺着喉咙滑下去，驱散了冬日的燥气。老婆，别看了，喝了汤早点睡。周明走过来，帮我紧了紧肩上的羊绒披肩。你说，人为了活下去，到底能卑微到什么程度？我指着屏幕。周明叹了口气，他们已经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被贪婪和仇恨吊着最后一口气。如果我们现在心软，那这1000米深处的安宁1秒钟就会崩塌。我点了点头，关闭了监视器的声音。房间里响起了轻柔的白噪音，那是模拟海浪的声音，帮助念念入眠。在那片死寂的冰原之下，我们的小家正散发着柔和的橙色灯光。末世第5个月，我们的空中花园出了点小状况。由于地壳微震，几根输送营养液的塑料水管裂开了缝，绿油油的生菜叶子开始变得枯黄。这在只有5个人的基地里，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王虎，帮我扶着梯子。刘婶，递一下那个热熔胶枪。周明挽起袖子，满头大汗地趴在菜架顶端。王虎用他那双能徒手捏碎砖头的手，稳稳地扶着铝合金梯子。念念则在一旁像个小监工，认真地数着那些漏水的小孔。爸爸加油！小番茄都要渴死了。我蹲在地上，正拿着小铲子给几盆刚长出来的草莓松土。这里的泥土是实验室模拟的肥沃黑土，指尖触碰到的温度是湿润而温暖的。经过2个小时的忙碌，水管终于修好了。随着水流重新发出的汩汩声，
那些原本萎靡的菜叶仿佛在瞬间挺直了腰杆。干得漂亮！我笑着给2个大男人递上温毛巾，刘婶则端来了一大盘刚洗出来的红水萝卜，洗得干干净净，咬一口嘎嘣脆，满嘴都是清爽的甜味。在这地底下能吃上一口带小的脆菜，这就是神仙日子。王虎擦着汗，嘿嘿憨笑。此时的我们没有百亿总裁，没有特种兵，只有5个为了守护一盘青菜而努力的平凡人。这一天，林薇通过排气孔的对讲机断断续续地讲了很久。她讲到了我们大学时候一起去吃路边摊，讲到了我第一次创业失败时她陪我喝得酩酊大醉，讲到了她曾经是真心祝福我嫁给周明。叔叔，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听张哥的，我不该算计念念。她的哭声在冰冷的电子频道里显得格外刺耳。我好冷，我感觉我的脚已经没知觉了，你救救我，我以后当你的狗好不好？我握着话筒沉默了许久。林薇，如果我有罪，法庭会审判我，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审判你的人是你自己。我闭上眼，你为了半袋饼干卖掉念念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已经死在那个冰河里了。我掐断了通讯，并彻底封死了那个频段。刘婶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背。秦总，心狠一点，是为了念念。我睁开眼，看着正在一旁画画的念念，她正用蜡笔勾勒出一个金灿灿的大圆圈。念念，你在画什么？我在画太阳，妈妈。念念扬起脸，笑容灿烂。我觉得他快回来了。这是我们在地底度过的第2个生日。刘婶拿出了珍藏的奶油粉和冷冻的动物奶油，周明则用几根铁丝和废旧灯泡在大厅里扎了一个亮闪闪的彩虹拱门。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柔和的烛光下，我们5个人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是一个精致的双层巧克力蛋糕，上面用草莓酱写着“念念6岁快乐”。王虎送给念念一个他亲手雕刻的木头小马，虽然纹理有些粗糙，但打磨得异常光滑。周明送的是他整理的一套星空百科，他说即便现在看不见星星，也要记住他们的名字。我送给念念的是一枚特制的吊坠，里面封存着末世前我们一家3口在游乐园的合影。谢谢爸爸，谢谢妈妈，谢谢刘奶奶，谢谢王叔叔。念念闭上眼睛，认真的许愿，我希望明年我们能去外面种太阳。吹灭蜡烛的那一刻，我看到刘婶偷偷抹了抹眼泪。在这个没有昼夜之分的世界里，这种微小的仪式感成了我们对抗绝望最锋利的武器。那一晚，我们分吃着甜蜜的蛋糕，奶油的香气让整个基地都变得温柔起来。地表的张哥终于疯了，他在极寒和饥饿的折磨下，开始对身边的林薇露出了獠牙。监控里，他那张扭曲的脸凑在镜头前，眼神里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的理智。他死了，他冻死了。他嘿嘿笑着，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菜刀，正拖着林薇僵硬的尸体向雪洞深处走去。那一幕极其残忍，但我没有关掉屏幕，我要亲眼看着这些曾经给念念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恶魔是如何在他们自己亲手制造的地狱里挣扎的。2天后，张哥也倒在了那个排气孔旁，他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抓着那个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干粉灭火器，那是他唯一的武器。漫天的风雪很快就将他那具干瘪的躯壳覆盖，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雪包。他们不在了，我对着对讲机轻声说，仿佛在对自己说。王虎在监控后长舒了一口气，秦总，外面的威胁彻底解除了，现在这片雪原只有我们了。周明走过来，关掉那个一直显示着死亡与阴暗的屏幕。既然他们不在了，我们也该准备一下，迎接属于我们的黎明了。基地的生活区有一个特殊的设计，一个能够实时模拟星空的投影顶棚。由于地表终日被乌云和暴雪覆盖，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真实的星空了。周明利用他在天文方面的爱好，把每一颗星星的位置都精准地还原在了天花板上。念念，你看那3颗连成一线的，那是猎户座的腰带。周明拿着激光笔指着深邃的蓝色天幕。我和刘婶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暖和的毛毯，手里端着刚泡好的玫瑰花茶。王虎则在一旁研究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试图调出一点人类文明的余音。爸爸，太阳也是一颗星星吗？念念好奇地问。是的，它是一颗最温暖的星星，它只是暂休了，正在云层后面攒劲儿呢。我们不希望念念长大后只记得地底的合金墙壁，我们要让他知道宇宙是广阔的，人类的意志也应该是广阔的。听到了，王虎突然兴奋地喊道。收音机里传出一阵断断续续的电波，虽然只有嘈杂的电流声，但其中隐约夹杂着一段有节奏的莫尔斯码，那是同类的信号。这个世界并没有真的死掉。末世第7个月，负责监测的传感器发出了清脆的滴滴声。老婆，快看！钟鸣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我放下手里正在织的毛衣，拉着念念冲进监控室。只见那面巨大的屏幕上，原本漆黑如墨的天空竟然裂开了一道淡淡的如同象牙色般的缝隙，那一抹光极淡极细，却在那无尽的黑暗中显得如此惊心动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道缝隙逐渐扩大，将周围的乌云镶上了一层金边。是太阳，是太阳！刘婶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
我们5个人屏住呼吸，紧紧地靠在一起。那一缕阳光穿透了数百米厚的云层，投射在白茫茫的雪原上，泛起了一层瑰丽的紫金色。那是我们大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自然光。妈妈，天亮了。念念扬起脸，眼角挂着泪珠，笑容却比阳光还要灿烂。那一刻，基地里的恒温系统似乎都显得多余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股炽热的暖流在疯狂涌动。虽然看到了光，但要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矿山大门外堆积了10几米深的坚冰，这些冰在极寒下硬度堪比花岗岩，仅凭基地的液压动力很难推开。我们要自己挖出一条路。王虎拎起2把特制的破冰镐，眼神坚定。周明也穿上了加厚的工作服，拿出了便携式热力枪。我也没闲着，我负责在基地内部调度动力输出，确保电梯和照明系统的绝对稳定。刘婶则成了后勤保障部，她准备了大量的热咖啡、高能巧克力，甚至在保温桶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小馄饨。接下来的整整3天，基地大门处传来了持续不断的叮当声。王虎和周明轮流作业，每次回来，他们的手上都是被震裂的虎口，眉毛上挂满了碎冰，但眼神却越来越亮。还差最后1米。王虎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那是一场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博弈。没有高科技的导弹，没有复杂的算法，只有2个男人一镐一镐刨出来的生命通道。当最后一层薄冰被破开时，一股带着冰雪清香却不再凛冽的冷空气猛地灌进了基地。大门外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和念念手牵着手，缓缓走出那个保护了我们大半年的钢铁堡垒时，刺眼的阳光让我们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没有了张哥，没有了林威，也没有了那些疯狂的流民。眼前的雪原洁白无瑕，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虽然依旧寒冷，但那股钻心的死寂已经消失了。在远处裸露的岩石缝隙里，我竟然看到了一抹淡淡的苔藓绿。呼！王虎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虽然冻得他直打喷嚏，但他却笑得像个孩子。周明从兜里掏出一小袋种子，那是我们在温室里精心培育的抗寒小麦苗。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苗塞进大门边的一块消融了一半的泥土里。刘婶，快看，我们的山头还在。刘婶拎着2大袋新鲜的蔬菜走出来。我们5个人并排站在山岗上，脚下是百亿打造的基地，面前是正在复苏的大地。远处隐约传来了几声清脆的鸟鸣。日子一天天过去，地表的积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我们利用基地的物资和技术，在山脚下建起了一座小小的木屋。白天，我们在阳光下开垦荒地，王虎开着改装后的推土机翻松泥土，周明则在研究如何利用地热大规模供暖。刘婶在木屋前围了一个小栅栏，里面养着几只我们在实验室里孵化出来的母鸡。傍晚，我们5个人会坐在木屋的长廊下，念念蹲在菜地里，正给一株刚冒头的向日葵浇水。妈妈，它长大了，是不是就会变成很多个太阳？念念抬起头，脸上挂着晶莹的汗珠。我走过去，轻轻擦掉她鼻尖上的泥土，温柔地笑了。是的，每一颗种子都是一个小太阳。我回头看向身后的同伴们，周明正拿着书给王虎讲解机械原理，刘婶在厨房里忙活着我们的晚餐。百亿财富散尽了，但他换回了这世间最珍贵的5个灵魂和一段永不磨灭的温情记忆。太阳彻底落山了，但我们知道，明天它依然会准时升起，因为我们就是太阳。